哎，你个小妞，最忠诚的是你啊，你个小妞。大黄嘞？大黄，哦，你在岩洞里面。好，小妞你就睡在这里啊，睡在这里面吧啊。好了，大黄，你睡在岩洞里面去吧。大黄住在岩洞里，然后小妞的话就睡在我这个门口。小虎、小黑的话，算了，又走了。今晚月色这么亮啊，明天应该又是一个火辣的天气啊。跟大家说声晚安了。他们二位大将，好了，晚安了，大黄，走吗？带大黄出去走走，要不然一天到晚就守在大门口。看得出来还是想出来啊，但是我不出来的话，他就不出来。好，走嘛。这路只有我走啊，所以的话，你看这条公路，我不走的话，所以就看不到路了。要注意安全啊，大黄。好，以后经常带你出来啊。小妞也跟着来了，走吧。他们在前面走啊，他们的安全意识很高。严格的来说，他们是比人类啊更容易察觉到危险。在下面就是悬崖，所以这里走的话非常的注意安全。狗还是不经热啊，马上就趴到水里了。这洞要注意安全啊。今天大伯去打疫苗了啊，所以的话，危险的地方我就过来，要不然和大伯一起来的话，像这样的地方啊，你看这里滑下去，非常的危险。然后安全的地方的话，我就和大伯一起去。这里面有蛇哦，小六。啊，你要注意安全，你们还没被咬过吧？夏天进这样的洞穴，一定要带着手电筒。没有手电筒的话，靠着手机那样微弱的光啊，是不安全的。关注我比较早的朋友都知道，这里面是我一个养蜂点。然后的话，去年来检查蜜蜂啊，前年都是一样了，基本上平均起来啊，每来一次都能看到一条老铁头，有时候来没有嘛，有时候来不止一条。所以差不多2个月前，然后的话和大伯把这里的老铁头，然后全部抓了放到我们这边核心保护区去了。后来来了一次，今天是第2次，上次没看到，看今天能不能看得到啊？应该暂时是没有了啊。大黄的话，基本上啊每天都守在我那个大门口。所以的话以后还是经常带它出来一下吧。看得出来，带它出来，它也非常喜欢出来啊。小六也是一样啊。特别是晚上，小妞基本上就是守在我那个大门口。那小黑和小虎的话，他们稍微野一点。不过的话，晚上也是着家的，只是白天的话，经常去山里面逛一下。那我们现在继续，还可以。老铁头很喜欢躲在那些岩缝里、树上啊，所以的话，除了地上啊，还要注意头顶上的安全。因为这几天都晚上下大雨，所以洞里有一点积水。这里有一群蜜蜂，听到里面有嗡嗡的扇风的声音。现在外界只有0型蜜蜂源啊，所以的话出勤积极性不高，很正常啊。在这样的环境下的话，冬暖夏凉。这下面就是20-30米高的悬崖。跟这边过去还有，走，大黄，他就守在这里，走，要不然我走前好不好？我带着手电啊，你跟着我后面。特别这些岩石缝隙啊，要看清楚。老铁头的攻击性非常的强。它在岩石缝隙里，你从下面经过的话，它感觉到危险了，它就会亲你一口。
地上、边上、上面全部看清楚。要不要过来？小心点哦。特别是这个地方啊，喜欢藏老铁头。自从把蛇啊引走了之后，里面开始有蝙蝠了。你看，要不然这是蝙蝠，要不然之前蝙蝠都没有的。没有蝙蝠的原因就是这个洞穴啊太矮了，太低了，所以的话蝙蝠进去都被蛇吃了。看一下这群蜂，只要敲动一下，有集体整翅膀的声音啊，就是正常的。震动翅膀的声音越响啊，说明群势是越强。现在是零星蜜源嘛，所以它出勤的积极性是不高的。不过5辈子啊，快大牛蜜了。大黄，大黄，哦，你在这里啊？我说你去哪里了？走，我们去下一个点。走。大黄自从绝育之后啊，癫痫再也没有发生过了。癫痫的药还有那么多，一直都没喂了。走吧，走下一个点。走吧。大黄听到动静啊，哦，是小六。其实白天啊，老铁头喜欢在高处，晚上它就下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去年的视频啊，来这里白天老铁头全在岩缝里树上，晚上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它就下地上来了，可能好捕食一点啊。所以发药叔的话，晚上上厕所就被老铁头亲了一口。以前蛇没清理出去的时候，基本上这里啊，来一次都看到一次老铁头，现在都没了，然后蝙蝠就住进来了。走吧，我们下一个点，走。你个小六，你不等我是不是？走，大黄，走。好，你最乖，走吧。小六是非常的活跃，还是小伙子嘛。刚才小六咬了大黄，痛得他汪汪叫。他老是喜欢咬大黄的脖子啊，现在他不敢了。你看，现在不敢咬了，还是想咬。走，大黄。就是小六喜欢欺负大黄，看样子给大黄带这个啊，带的太对了。走，我们下一个点，走。你一个小六，那就好，把小六这个爱锁喉大黄这个脾气要改一改。这条路到时候要修一下，快1个月没走了啊，所以的话，地上的草也全部长起来了。走前。今年猕猴桃结的还不错啊，这种要等它自然成熟，这样吃起来口感还是比较香甜的。个头不大，这种野生的。如果说现在把它摘下来，然后把它沤熟的话，那吃起来口感就要差很多。基本上都只有这么大，和人工种植那种比较起来啊，起码要5、6个、7、8个才有人工种植的那种1个大。灰白毛梅好像熟了哦，这种是灰白毛梅。这种灰白毛梅的成熟期很长，这种果实的话可以放心的使用啊。一般像我们华中地区啊，山里面这种是很常见的。酸甜似乎是盖过了酸。这种成熟了，5味子就成熟了，快成熟了，因为这种也比5味子稍微先成熟一点。5味子吃起来的话，它有一点
中药的那种涩口的那种味道，就是一点苦味了，稍微带一点甜。这种大成熟的时候啊，那种野葡萄就成熟了啊，所以的话野葡萄也快了。野葡萄我们这边小溪边很多，这种野果你完全可以放心吃，甚至能吃饱。但是你看它这个不是人工色素啊，这个是它自然的红。记得小时候放牛的时候，喜欢这样摘一手啊，然后的话一口把它干掉。你看这个红。你刚才叫什么，大华？你别吓人哦！他刚才发出一声惨叫。你没被咬吧？哦，没被咬，我看一下。别注意啊！不会吧？葛藤叶都没吃完，可能上面都是泥巴了啊，所以它不吃。因为整个底部都是泥巴嘛，所以你鱼放多了啊，它上面都是泥巴。哎，白白啊，今天不是打针去了吗？那么没去啊？哦，大伯说上午没车，下午去，所以他上午又来挖地了。我不是跟二伯说讲好了吗？喊他送你去吧。他都过来去的，他中午再转，我下午去吧。哦，那好，那下午去也可以。昨天特大暴雨啊，所以的话流水比较多，就积水了。所以的话，这个排水沟啊作用就出来了。这个地势有点高了啊，然后跟这里挖过去，这是个溢洪口，然后就流到鱼塘去了，把绝大部分的水流全部引出去了啊。因为白天事情比较多，所以的话每天只能抽时间来挖一会儿。天天落雨叫得干，没得干嘞。这是今天3天到明天下午就可以收得的。啊，够的就把收了啊。我每天早上来做一阵的原因就是早上凉快嘛。你像现在的话都中午了，所以太阳非常的烈，做这些体力活在太阳下面就容易中暑。天凉我好天，一落一直收得的。那收得的。这2天应该是没有雨的。哦。这种草垛啊，别看的是草毛啊，扎根很深的，所以挖这种草垛是非常的费时间费劲。基本上村里的那些田地啊，全部荒废了。就是留守老人嘛，他们要吃多少就种多少。你没看着它拔毛了，它根也够得深了。不是嘞。这种拔毛的话，你扔到哪里活到哪里，所以到时候要一起全部把它烧掉。这儿搞个溢洪口啊？这里水不得出来，跟这里搞个。让水的话从这里流出去，那就3个溢洪口了啊，也是直接流到鱼塘。到时候养羊的位置啊，确定就在这个位置了。这里到时候是羊的活动场所啊，那边就是羊的羊棚了，搭到那里，水立马全部流出去了。昨天的草都还没吃完，今天给它少割一点吧。全部都是泥巴了啊，先把泥巴把它去掉。因为有的朋友他说上面有泥巴了，草鱼他就不吃了。每天喂菜籽饼的话，那这种水草还是少喂点啊。葛藤的话，基本上在水里面的都吃的差不多了。你们看，全部剩藤了。
叶子全部都吃光了。看样子八毛还是不怎么喜欢啊，基本上也都吃的差不多了。那每天有这2把也差不多了。现在都下午了，现在香味不怎么明显了啊，都是酒糟的味道了。差不多我就撒个3斤左右。哇，一撒下去的话，鱼立竿见影的全部都浮上来了。3斤够了啊，反正每天都喂。再给它加一点发酵剂吧。没有香味了啊，香味不明显了。商家说可以2次发酵啊，我们试试2次发酵后的效果怎么样？一股浓浓的酒糟味道，前几天的话香味很明显。这个菜籽饼发酵了，膨胀的很厉害。本来的话就是这个桶啊1桶。然后发酵腐熟了之后，像这个大缸啊，1大半缸，每天的话都有喂，我是喂3斤左右，大伯的话差不多就是喂个5斤左右。我在这里洗棍子鱼都不怕，都浮上来吃菜籽饼了。就是不知道鱼的生长情况怎么样啊？目前的话，鲤鱼小的放下去是3、4两，大的有6、7两，平均起来也就是半斤一条了。草鱼的话放下去比较大啊，小的都有6、7两啊，大的1斤多，那平均起来应该就是8、9两一条草鱼。现在还不知道它长大多少了啊，那只有每隔一段时间钓2条上来才知道。如果生长速度还可以的话，那说明菜籽饼啊发酵喂鱼的话是可行的。大伯去镇上打针了，那明天的话继续还要挖地。那个甜香草的话，看那个芽头啊，差不多有10公分、10多公分高了。至少要长到20公分高啊才能施肥。到时候我施肥的话，我只用蝙蝠粪便，反正是给鱼吃嘛。其实那种蝙蝠粪便在那个岩洞里，你们看去年的视频啊，那起码都是发酵了好几十年了，一点异味都没有，非常的轻。而且那种肥力的话，肥效好像不比复活肥差。那现在回家都下午了，你都知道我来了，铁蛋。今天终于叫了，来来走走，我们看你今天吃什么，来来来。整天睡大觉，走走，看你吃啥？哎，今天吃的光光的，这一看就是鸡吃的，啊，铁蛋。哇，这个小可怜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好了，差不多就行了啊。那防咬圈全部都大了啊！走走走，回去回去回去。走走走，哎，行了，大黄。好了好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走走吧走吧。走吗？一个人用这个水啊，怎么样都用不完。下面鱼池的水也是开的最大，都还用不完。走走走，今天天气不错呀。咪咪，咪咪，我叫你，你都不理我了，咪咪，下来。一会儿把自己当大王啊，一会儿又高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黑妞嘞？这种睡莲的花期还是挺长的，连续开了几个月了，就是断断续续的开。这里面的鱼的话也养了几个月了，一直没长，没长的原因可能是水温太低了。因为这个是岩缝里面渗透出来的水，水温非常的低。养这种鲤鱼、草鱼还是不行啊。
大家给我推荐一下有什么冷水鱼啊，适合岩缝里面渗透出来的那种水。水温我估计啊，和我那个鱼塘水温比较起来，可能要低个至少7、8度，这是我手感的温度了。像这些小的水草啊，草鱼很喜欢吃。之前的话和大伯全部捞到鱼塘去了，捞了2次了。现在这种繁殖速度还是很快，又繁殖这么多了。看过2天又把它捞到鱼塘去给草鱼吃。现在都下午了，那现在弄饭吃。炒一个辣椒，很多朋友他说，为什么我炒菜没发出来，而大伯炒菜发出来？我这种不叫炒菜啊，我这种只叫煮熟。今天跟大家说2个问题啊，要不然很多朋友都误会了啊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赶集的问题。我好像不止一个赶集视频说了嘛，我说这个季节你来赶集，看到的都是当季的蔬菜、当季的水果啊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山货土特产的话，都要到冬季和早春，特别是早春的时候多。一般都要等到11月中下旬过后啊，那个时候才多啊。特别是早春了，2、3月份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个时候多呢？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句土话叫夏树。什么叫夏树呢？我们这边的山货啊，最多的都是那些地部根部的那些山货。你比如说常见的百合啊、格桑硝啊、七叶之花啊、土人参啊，土人参叫大花金钱豹和小花金钱豹啊，有2种等等很多那些。因为只有等到冬季的时候，它的叶子藤蔓停止生长了，不需要养分了，所以它茎秆树上叶子上面的那些养分全部输送到根部去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土话叫夏树。所以那个时候它才有食用价值，才有药用价值，才有药性。你就像我们这边集市上常见的，你像现在为什么没有？比如说百合，这个季节它吃起来绵绵的，口感不管你炒也好吃新鲜的好，它都不好吃，必须要等到冬季它养分充足的时候，它那个百合的叶片显得更厚，吃起来更脆，口感更好。格桑硝也是一样，到冬季的时候壮得更大。还有很多那些山货啊，到时候，所以的话你们要买这些山货土特产，一定要等到冬季或者早春的时候来，这个季节很少见，顶多有一些山货就是一些野菜了，仅此而已了其他的基本上是没有土特产也是一样的，所以的话，这个是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朋友其实也不少有很多了，每个平台都有都说要到我这里来玩。我说句实在话就是有1个多月快2个月了，有位粉丝朋友就到我们村里来转一下，山里转一下，然后我就被严重警告1次我这里是不允许接待。就算是允许接待，第一我也没时间接待，第二说句不怕得罪大家的话，我也不想接待。不想接待的原因的话，其实很多朋友他说我不合群，性格孤僻说的没错，是这样。要不然我也不会把房子建在这里来。我就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我就想不被打扰。有能力的情况下，多去帮助一些我觉得我能够帮助的人偶尔的话，请村里老人的话过来聚一下餐有能力的话多给他们送一下温暖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但是我不希望被外界打扰，敬请理解一下要不然的话我得罪了很多人。所以的话有些事情我不想做有些事情就是说你就不要逼着我去做，你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皆大不欢喜了，是不是？今天都不在家，都去哪里了？咪咪，你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？你也不知道哦，你守家，你守家这里守老鼠哦。黑妞在哪里？黑妞就在这哪里？看样子它生小猫会生到这里来了。大黄、小刘、小虎、小黑，怎么搞的我就是给铁蛋去喂下饭，你们跑到哪里去了？好了，就你独自在家吗？都出去了。
因为没给它们喂饭啊，早上没喂嘛，现在一天就喂一餐。好，好，给你喂，给你喂。哎，刚才看到黑牛从这里钻出来。哦，那伸到这里也不错啊。大黄的知道我叫黑妞，所以的话它就舔了它。哇，那这个地方不错不错。好好，那你把小猫伸到这里可以啊。它也热，你看。那应该就在这2天要生了啊。这个之前是小虎的家。我刚才去给铁蛋喂饭了嘛，你慌什么嘞？好，让你独自守家，这一盆都是你的，来吧。刚才当给铁蛋喂饭，喂的也是这种猪肺拌饭，铁蛋非常的喜欢。那下次去赶集的话，给铁蛋也买几个猪肺回来啊。大伯他说有事去了，要很晚才能回来。刚才给大伯的鸡啊、鸭、鹅全部都喂食了。黑妞的话很少听到它叫啊，但是刚才在这里，它一直在这里叫，一直在这里做窝。我估计啊，今天晚上最迟明天就要生了。那我们期待看一下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，看有几只猫宝宝吧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